哪儿来的小毛孩，手里拿把破剑，闯光明顶有事儿啊？住手！少侠擅闯我教光明顶圣地，所为何事啊？在下灵蛇岛韩千叶，特来向杨教主挑战。杨顶天，当年你与家父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，你用一掌大九天手将家父击跪在地，你是否还记得？哦，哼，记得。他说过，日后必报此仇，将来不是儿子来，就是女儿来。我答应了比武。先父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替先父报当年重伤跪地之辱的。君子一诺千金，我定当奉陪。好，爽快！不愧是先父的好对手。当年你答应过先父，比武的项目由他的儿子做决定。你出题吧。那我们就在光明顶碧水寒潭之中一决胜负吧。且慢，我们教主不喜水性，现在又值隆冬，如果比武，要么淹死，要么冻死，即便你赢了，也胜之不武。这是先父留下来的遗物，倘若杨教主真的失信的话，你也不必让你身边的人将我千刀万剐，我就用此匕首自行了断。但此等丑事，今天除了明教，江湖上是不会有人知晓的。看来你这位朋友是真的想逼死我们教主了。我今天只求一战。君子一诺千金，但我杨逍不是君子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走，要么我杀了你。爹爹，人家生了个好儿子，爹爹难道没生个好女儿吗？韩爷为父报仇，那女儿就替爹爹接招。上一代归上一代，下一代归下一代，不可乱了辈分。姑娘要替父出手，尚未不可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：倘若你输了，就叫杨顶天跪在先父的匕首面前磕3个响头。倘若尊驾输了呢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碧水寒潭决一胜负。你没事吧？放心吧。那爹输了，杨教主惩罚他了吗？其实你爹爹水性不差，是娘使了诈。我求杨教主看在这小子替父报仇的孝心份上，饶他无礼之罪。杨教主自然是答应了，还请了胡青牛为他疗伤。只是这胡青牛，虽说是你赢了，
和韩谭一战，你伤及肺部，致使直到现在还恶疾缠身。恶疾缠身又如何？没有寒水入肺，又怎来的情深入骨？韩谭一战，让我和韩爷有了一段好姻缘。至死也是心甜的。哎，那后来呢？你和银叶先生是怎么结成夫妇的呀？明教的人应该不赞同吧？参见教主、教主夫人。都起来吧。谢教主。说起来，可真叫本座汗颜。若不是戴启思挺身出来解围，本座的一世英名早已付诸流水。为表其功，本座宣布，封戴启思为法王之一，赐号为紫山龙王，和百媚鹰王、金毛狮王，还有青翼蝠王并列。紫山龙王谢过教主、教主夫人。快起来吧。教主，列位，戴启思此番立下奇功，他的功绩足可以超过我们三王，因此我建议，戴启思可以位列我们四王之首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这主意不错呀！啊，紫白金青，比这白金青紫来得好听，我同意。我也心甘情愿退居末位。小弟见过大姐。小妹年幼，岂敢称大姐？戴启思见过尹二哥、谢三哥，还有韦四哥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四大法王就以兄妹相称好了。昨夜范佑使来找我，想让我给他做媒。我对他说，其实我早有此意，来撮合你们二人。今日时候正好，我想请教主为你们二人赐婚，你说好吗？杨夫人的好意，戴启思无福消受，只能心领了。因为我已心有所属。谁啊？不知这幸运儿是谁呀？教主，我要嫁给韩爷。紫山龙王，这个人当日强人所难，龌龊无耻。你身为四大法王之首，怎么能下嫁如此卑鄙小人呢？你不想嫁给我，拒绝我便是。可是，你万万不能嫁给此人呢！戴启思，这个混蛋，那日逼得本教自教主以下，人人是狼狈万分。你身为本教四大法王，怎可嫁于此人呢？紫珊姑娘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不如嫁给我们五彩人，也比他强啊。是啊，我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长什么德行啊？娶这么漂亮老婆，凭什么呀？你能给人幸福吗？獐头鼠目，都给我住口！我此生只嫁韩爷一人，你们要是再妄加侮辱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亡。谁想来试试紫山龙王的长剑？都说什么你死我亡的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万事好商量嘛。杨教主，我戴启思从没爱过别人，就是对韩爷情有独钟。我情愿不要法王之名，万望成全。杨教主，我和戴启思情投意合，希望你能不计旧仇，
别去委屈一个有功之人。若是教主坚决不许你们在一起呢？我至死不语。要不，你们就杀了我。戴启思、韩千叶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今晚的晚宴，就算是给你们办的喜宴吧。多谢教主。戴启思与韩千叶成婚，教中很多人不同意，由于教主的出面说服了大家，才成全了美事。就该这样敢爱敢恨才对嘛！难不成自己爱一个人，还要顾虑别人的眼光吗？那样的人得不到幸福也是活该。我不同意。爱情固然重要，但是对门派的忠诚，对苍生的承担，也是不可抛弃的。义父，既然大家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婚事，为什么戴启思还要离教呢？婚后，韩千叶想入明教，可教中反对的人很多，教主呢也甚是无奈。可没过几日，教主夫妇就突然失踪，搞得教中人心惶惶，大家都怀疑是韩千叶心怀不轨，害死了教主夫妇。义父，这根本是毫无根据的猜测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是啊，众人四处寻找，范瑶突然发现戴启思从密道里出来。从密道里出来？不错，密道只有教主可以随意进出。范瑶责问戴启思是不是受了韩千叶的主使，对教主夫妇施以毒手。明教教规极严，凡私入密道者，不是自刎，便是自断一肢。不错，众兄弟商议之后，决定将戴启思禁闭10年。岂料杨教主不在，谁也管不了我。即日我便和韩爷破门出教，离开了光明顶。韩夫人，你私进密道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郡主，你如此强的好奇心，小心惹祸上身。张教主，回到中土以后，我打算隐居塞外，从此江湖再无紫山龙王，也无金花婆婆。我这唯一的女儿，就托付给你了。娘，不要丢下我。韩夫人，您放心吧，我视小昭如同亲妹，自当悉心照顾。亲妹，这位郡主姑娘是你的心肝宝贝，我的女儿只是妹妹。娘，我只是想要做公子的丫头，在他身边服侍他而已。丫头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戴启思的女儿只配做丫头。其实，韩夫人，你是宁愿自己女儿留在张教主身边当个小丫头，还是希望她步你后尘，去帕沙总教当尊贵的圣女啊？公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保守秘密的吗？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向赵姑娘透露半句。张教主没有出卖你，是我胡乱推想而已。看来我猜对了。你该不会真的是凭空乱想的吧？小时候，我爹给我请了一个帕沙武士来教我武功，我是个顽劣之徒，经常弄得他焦头烂额。他生起气来就会吓唬我说，要把我送到帕沙去当圣女，一辈子不能嫁人。如果违反教条，还要接受烈火焚身之刑。韩夫人，你易容改貌，把自己变丑，就是为了要逃避帕沙总教的追寻吧？赵姑娘，你身上不是有伤吗？快坐下休息吧。当年那个帕沙武士，也是爱在身上涂抹火药，每次一闻到这个气味，就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想起烈火焚身之刑。韩夫人，你这身白袍是你自愿换上，还是帕沙人强加于你啊？
他们说总教教主逝世，让我换上白袍当祭品。不好，你这是催命符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好多异族人，好像是冲我们来的。哦。 اینجا رو پیدا کردیم. باز هم تو هوشیار هستی. تشکر. 参教真死！کمانداران! 出口被我们用炸药堵住，你们要出去就去死！糟了，这铁坑之内只有一个出口，我们这次死定了。 روغن‌ها رو بریزید! 三哥，小心！这是魔鬼的汗珠。什么是魔鬼的汗珠？是石油。大家小心，都往后撤。芷若，保护英里。好。听到大脑袋。你等听清楚了，自上龙王背叛本教，本教当亲临门户，乖乖将他收进根下，快快投降！珠宝树王可让你们不死，帮你等离开。娘，别担心，他们父子俩宁可大伙一起丧命，也绝不会出卖你娘。那当然，名叫四大法王情同手足，岂能自相残杀？三哥，金毛狮王，你负你本教之罪，我们的大圣王宽以赦免，只愿你长子上龙王上啊！我谢逊一生做事光明磊落，即便掉了脑袋，也不会做贼要他打一针。伯伯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。芷若，你去带帕莎人过来。你这是不答应了？废话，打还是不打？这个帕莎人可能是我们的活命符。我看不一定，或许他们不在乎这个帕莎人的死活。老爷子，反正现在咱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不如就跟他们赌上一把，看谁怕谁。شاه بزرگ دست نگه دارید 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现在正是剿灭谢逊这帮叛徒的好时机，赶紧放箭呐！退下！本教使我岂容外人智慧。果然有用，他们到底还是忌惮他。 چیکار کنیم؟ فقط به زور میتوانیم. میترسم شاه به خطر مواجه شود. 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在商量怎么把平等王给抢回去。帕莎三使身手诡异，本来就很难对付了，再加上三宝树王，恐怕那也没有办法，不打横竖是个死。应该说，幸好有张教主在。公子，周姑娘说的没错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，硬上只会白白送了性命。大圣王已经下令了，他们准备来抢人。无忌，陀螺宝刀你拿去，义父，猛砍便是。好。我身上有伤，还是你来使用，方能发挥此剑更大的威力。周姑娘，劳烦你守住我们的活命符，不用跟他客气，但是千万不能要了他的性命。
这个平等王就算是活着回去，脸上印着这几行字，愁也愁死了。什么字啊？就是被圣火令打中脸，印成了圣火令的文字。这是乾坤大挪移心法。具体怎么说的？这上面说的，因左则前，虚右乃后，三虚七实，无中生有，什么天方地圆，下面我就看不到了。因左则前，虚右乃后，虚右乃后。现在不是你琢磨武功的时候，应敌要紧。因左则前，虚右乃后。他悟出来了。什么？说不好，但肯定跟那几句口诀有关。还有刚才被打的那下，好像让他领悟了什么。难道秘密在圣火令上？果然，要参悟帕莎武功的古怪，非得探究帕莎武功的根源不可。那圣火令必是根源。小周，快把圣火令的字译给我听，快！小周，五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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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，小周，这上面写的是随心而动，唯记清明。记清明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上面写的不是武功啊，它是说圣火令传入中土，再经山谷传回帕莎，经千百年间，跟乾坤大挪移结合。乾坤大挪移？只能看出大概意思。没关系，你看到什么念什么，继续。随心而动，唯记清明。师父。张教主，您终于参悟了。闭嘴！شاهد ولا بكرني！你竟然学会了圣火令的武功，这门武功写得很。那个平等王居然自杀了。是啊，现在活命符没了。就算你已经悟出了克制帕莎武功的法门，在这坑里，我们也是毫无生路。如果他们现在继续倒石油，我们全部都得死。赵姑娘，你不要说这样丧气的话。
赵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死，我也不怕。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无忌，你身为明教教主，中原的百姓都盼着明教能够举起一旗，匡扶汉室天下。孰重孰轻，你身为教主，心里要清楚。义父，老爷子，你以为在这个形势之下，我们还有人能活命吗？别人我管不着，可任何人都不能伤及无忌的性命。你是在指我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为张教主万死不悔，只要他活。如果此一战我们赢了，那么无忌便与朝廷为敌，那你又当如何？我愿意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现在也只能一起死了。尔等逼死了平等王，今天就要你们统统为平等王偿命。是好汉的，就来再打一场，决一胜负。大丈夫斗智不斗力，你的武功再好又如何？上天有门，你不去，那就下地狱吧！敌人大战！无忌，过来，到我身后去。娘，把他心里开来！慢着！啊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老爷子，你之前说戴启思她是个大美人。是啊，我现在相信了。韩夫人，他们可是想杀了你啊！我自有办法。娘。چقدر دنبالش گشتیم اصلا اینجا بوده. شاه بزرگ من چیز برای گفتن دارم. 你娘在跟他们说什么？小赵，你放心，一有可乘之机，我马上救你娘。شاه بزرگ بالاخره پیدایش کردیم. 娘，娘，娘已经决定了。只有这样才能救公子。三哥，张教主，放心吧，已经没事了。怎么会呢？他们说了些什么呀？紫山龙王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三哥和张教主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戴启思在这里谢过。你要跟他们走吗？韩夫人，你穷毕生之力隐瞒身份，不就是为了躲过帕沙总教的问罪吗？现在我们又抓了平等王，他们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你又何必徒劳呢？别劝了，韩夫人，她已经决定了。
شاه بزرگ ما حاضریم با شما به فارس برگردیم. 怎么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恐怕他们母女二人此一去，凶多吉少。张教主，请上战船吧。帕沙明教绝技不会加害你们。芷若，珠儿伤得很重，你留下照顾她好吗？嗯。赵姑娘，你也有伤在身，要不……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禀教主，贵宾已带到。无忌，那人是小昭吗？小昭成了帕沙明教教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。我本是帕沙明教圣女，奉总教之命去到中土，其实是为了盗取心法。 你入明教，就是为了盗取心法？不错。总教失落乾坤大挪移多时，只有中土明教有传，我当然只能去那里。明教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做了奸细，你对得起明教对你的厚爱吗？我本就是圣女，况且乾坤大挪移本来就为总教所有，又何来背叛之说？ 只可惜，我功德未成，就情不自禁破了戒律，不得已破门出教。我自知罪恶深重，为了逃避火烧之刑，所以才将圣女的七彩宝石戒指传给女儿，命她继续完成我的任务，得到心法交回总教，望能够将功赎罪。所以小昭是替你前回光明顶。 拿回心法的，没错。未曾想，我的女儿终于不负所望，不仅得到了心法，而且还得到了张教主的青睐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无忌，我看错了韩夫人，而你看错了小昭。谢三哥言重了，我女儿虽得了心法，但她却不愿意背叛张教主。这么久。 未曾透露过半句，甚至对我这个为娘的也不曾说过。直至今日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还望见谅。总教已经应允了我们的条件，饶过了我的罪行，你们也可以安然离开。从此往后，总教和中土明教相敬相亲。 互不相干，条件便是小昭当这教主吗？她是圣女的子嗣，这也是她应尽的职责。公子，离别之前，还有一事相求。 公子，我为你梳洗更衣吧。小昭，你已是总教教主，身份尊贵。说起来，我还是你的属下，你又怎么能为我干这些小事呢？
公子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相隔万里，后会无期。小昭想要再服侍公子，已是不能。小昭，你肯做圣女，回归帕莎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吧？你会不会怪我？如果不是没有办法的话，我是一定不会泄露乾坤大挪移心法的。别这么说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又怎么会怪你呢？如今你已是总教教主，你也有你的责任。公子，其实教主也好，圣女也好，我一点都不稀罕。在我心里，我只想做公子的丫头，一生一世服侍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不是吗？别哭。小昭，你若克制不了自己，便是要送了张公子的性命。公子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。忘了我，以后都别记着我。小昭，我们杀出去，擒他1、2个保释我，逼他们送我们回去，好不好？他们已经学乖了，处处防备，还命人看着谢大侠他们，还在船上布满了炸药，有什么异动就会死。你别做无谓的牺牲。小昭，时间不早了。公子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小昭身在帕莎，希望公子福体康宁，诸事如意。朵微笑的花，像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月互消长，浮与归难惆怅。清早的容颜，老于昨晚。眉间放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。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难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。昨日非今日该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。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遥。风萧萧，人渺渺，快一道山中草。
我想你好好的，帮我照顾他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很喜欢公子的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命来救公子。可惜我对他好，他一点都不领情，还常常骂我呢。难道你看不出来，公子最喜欢的是你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跟在公子身边，他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惜现在我永远不能再照顾他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好好的帮我照顾他，可以吗？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。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，只要还活着，总有一天能相见。如果你哪天想见他了，我陪你过去找他。走吧，竹儿和珠儿还等着我们呢。我们还要回天坑吗？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合殷姑娘养伤。既然现在已经没有帕莎总教的威胁，不如我们搬到金花婆婆的小屋去住。等殷姑娘的伤好些了，我们再启程回中途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小昭说你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？无忌，你是否真的喜欢赵姑娘，想娶她为妻呀？袁氏未灭，何以为家呢？我现在根本没想过这些啊，义父。好，男儿心怀大志。你说得好，要将欺压百姓的朝廷推翻，再谈儿女私情，不枉江湖义士推举你为明教教主。哼，赵姑娘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无忌誓与朝廷势不两立。无忌，走吧。谢前辈。芷若，里面还有一张床，你就睡里面吧。我和义父还有珠儿就睡在厅堂，方便我照顾他们俩。无忌哥哥，殷姑娘还是跟我住一起吧，你一个大男人照顾她不方便。芷若，这2天你也辛苦了，珠儿还是交给我吧，你早点休息。那辛苦你了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找些草药给珠儿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身上还有伤，应该多休息啊。不用你管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义父又给你气受了？是你。我？昨天在海滩，你义父问你是否喜欢我，你怎么回答？我替你说好了，袁氏未灭，何以为家？那你还关心我的伤干什么？省点力气，想法子消灭我们好了。哎，
船老大，这些都是来世的船工，你是来安葬他们的？他们好歹跟过我一场，又因我而死，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曝尸荒岛吧？我来帮你。不用，我要亲自殓葬他们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情。想不到你也会有这么仁厚的一面。你可别同情我，等回到中原之后，你我终究还是敌人。现在就同情你的敌人，小心到时候吃亏。我们真有一天要拼个你死我活吗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把我们灭了吗？也许我们都不懂得投胎。如果我身为汉人，你是蒙古人的话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。真的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停住，这样我就不用为了伤害你而伤心难过了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我不一定会输给你的。信不信你一定会输给我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我狠。无论对别人狠，还是对自己狠，都是源于内心的仇恨。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问题的。迂腐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仁者无敌吗？其实你不光只有狠的，你也有仁厚的一面。就像你也会安葬这些人一样，你总以强悍的一面示人。时间久了，就连自己也骗过了。看来我是骗到张教主了呀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别着了我的道。你在跟我斗气吗？我刚才说的只是……我只是提醒张大教主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武林中人，闻之丧胆的女魔头。你怎么了？你是蒙古郡主，而我却是明教教主。回到中土之后，我们还是敌人，不应该走这么近的。所有的爱恨变得释然，只守许诺，曲终人不死，人世的纠缠，难舍难得，命注定不和，心为你辗转。口中那些片段，今生一场梦。你干什么？没有船，我们就不用回中土了。不用回中土，我就不用做郡主，你也不用做你的张教主。你先起来。不要！你先起来。你先起来。啊！我不回去了，我不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要回中土。别这样！我不要你管我不回
赵姑娘，回来之后怎么一言不发？估计在海边吹风了，着凉了。谢前辈，喝水。啊，周姑娘，你辛苦一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我不累。义父，这岛上的花草和中原大义，我多半不认识。我想尽早回中原替表妹治病。可在这孤岛上只有一条小船，咱们这么多人，恐怕很难经得起风浪。虽然有点冒险，但以表妹现在的病情，不能再拖了。这样吧，明天开始，我就准备些粮草，过几天便启程。谢谢。他好点了吗？高烧一直退不下来。不要，不要！哎，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我没走，我在这儿。我没走，我一直在这儿呢。牛哥哥，你不要难过，我马上就要去阴间找那个狠心短命的张无忌了。我会告诉他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曾阿牛的，对我百般的好，比他对我好的千倍万倍。其实我就是那个狠心的张无忌。阿牛哥哥，你傻了吧？怎么拿这些哄我呢？我没有答应要嫁给你，你会恨我吗？我知道，你说要娶我，这些都是哄我开心的。义父，义父，住！住！住！敏敏，芷若，芷若，敏敏，张敏，张敏，信不信？你一定会输给我，因为你没有我狠。无忌，
无忌，我的屠龙刀呢？义父，屠龙刀呢？义父，义父，义父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义父，我们都中计了。什么？食物里被下了10箱软筋散，我们都中毒了。谁干的？不知道。但是赵敏不见了，倚天剑和屠龙刀也不见了。是他。无忌，那周姑娘和殷姑娘呢？芷若内力没我们高，还没醒过来。但珠儿珠儿，她怎么了？啊！她已经死了。这一切都怪我，是我信错那个蒙古郡主。表妹本来就重伤未愈，她竟然还下此毒手，还以为你真心实意，原来全都是在演戏。孩子，赵敏，我张无忌绝不饶你。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，殷姑娘，殷姑娘，无忌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殷姑娘。殷姑娘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阿牛，就是你那短命的无忌哥哥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被奸人所害。都是赵敏干的。赵敏。你这般蛇蝎心肠，若再撞到我手里，我张无忌定不会饶了你。只怕你见到他，又不忍心下手了。我张无忌一定誓报此仇。若不守住妖女，我张无忌枉生为人。义父，好了。这10箱软筋散真是厉害。已过数日，义父这身体啊，还是觉得无力。应该再过1、2天，您体内的毒素就可以去除了。还好有你在。无忌啊，你有9阳神功护体，再加上
内功甚是厉害，恐怕以后这江湖上那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来，先喝口水吧。无忌啊，周姑娘呢？她出去找吃的了。原本我们可以尽快的回到中土，可是没有想到，赵敏那个妖女，竟然把我们的船给偷走了，才促使我们逗留下来，又看不到来往的船只。真要是待上10年、8年，甚至100年，我死在这里倒是无所谓。而你们还年轻，一定要尽快的为周姑娘驱毒，然后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啊，姨父，我也很想帮她驱毒，可芷若毕竟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无忌啊，周姑娘待你如何？她对我很好，曾救过我的命。那难道她不漂亮吗？啊，不，周姑娘她很漂亮。既然如此，我去跟她说。啊，你娶她为妻，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无所顾忌了。难道你还想着那妖女赵敏吗？不是的，义父。义父，您误会了。我现在是明教教主，明教事务繁忙，这个节骨眼上实在不宜成亲。即便是今日和芷若成亲，我也怕将来亏待了芷若。哎，无忌啊，既然你有如此的顾虑，那义父帮你问一下周姑娘，是否介意因为她的夫君忙于政务而冷落了她？不是，义父。芷若，芷若，周姑娘怎么样了？想不到剧毒已经侵入脏腑了。哎呦，那你还等什么呀？芷若，我先帮你运功疗伤吧。不要。刚才我听见你跟谢前辈讲话了，男女有别，不能肌肤相亲，说芷若不能阅历，无忌哥哥也不行。周姑娘，我已经替你们2位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啊！无忌娶你为妻啊，这样一来呢，你们2个就谁也不用顾忌什么了啊！这个媒我是保定了。谢前辈，咱们一直只盼着回中土，你怎么突然说起这种不三不四的话来了？哎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怎么不三不四了？还有无忌，当年你爹娘在孤岛上，那也是拜了天地，成了婚，哎，没有那些繁琐的什么礼节，才有了你。无忌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不喜欢周姑娘，啊？你不愿意为她解除体内的那个剧毒啊？谢前辈，我求你别说了。你是不想叫我一声公公喽？不是的，谢前辈，你是武林豪杰，能做你的儿媳是莫大的荣幸。那这么说来，你是答应这段婚事了？那是我一子无忌，不够成才。没有，无忌哥哥武功卓越，名扬江湖，能得此夫，还需何求？哎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无忌哥哥真正喜欢的人是小昭，是赵姑娘，是殷姑娘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那个殷姑娘已经去世了，那小昭也回到帕沙了。至于那小妖女赵敏，她把我们弄到这种地步，无忌是幡然醒悟了。无忌，说句话。
赵敏杀我表妹殷离，我一定饶不了她。周姑娘，听到了吧？你还有什么顾虑啊？我怕无忌哥哥后悔，除非他立个誓，否则我宁愿毒发身亡，我也不让你给我去毒。无忌，立誓。我张无忌，倘若忘了表妹血仇，天地不容。说得清楚一些。那赵姑娘呢？啊，对呀，赵姑娘呢？赵敏为朝廷出力，苦我百姓，害我武林义士，夺我义父屠龙宝刀，更害死我表妹殷离。我张无忌有生之日，必报此仇。否则天厌之，地厌之。只怕到时候你又不忍心下手了。哎呀，周姑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你们二位就拜堂成亲，然后呢，无忌就为周姑娘驱除体内的剧毒不行的，义父，芷若，请听我一言。表妹殷离对我情深意重，她自幼心中便以我为父。我们虽无婚姻之事，但却有夫妇之义。如今她尸骨未寒，我又岂能马上另结新欢呢？这倒也是啊。那无忌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依孩儿之见，今日不如先和芷若定下婚约，帮她运功疗伤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倘若日后有机会回到中土，我替表妹报了仇，替义父您夺回了屠龙刀之后，再和芷若完婚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10年8年？那我们3年之后，不管有没有离开此岛，还请义父主持婚事便是了。周姑娘，你意如何？一切全凭谢前辈做主。好，好。芷若，是我不好，我应该趁早帮你去毒，只是因为碍于礼节才拖到现在。如果你身体出了什么损伤，我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我这番苦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是我，你才推三阻四的。要换成赵姑娘，你说不定早就急着给她运功去了。我就是一生一世受定你欺负了。芷若，我们小时候在汉水初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。当日在光明顶上，我独斗各大门派，你为我指点关窍，救了我的性命。我当时也是感念你这份关怀，更不敢心存妄念。当日我刺了你一剑，你不恨我吗？不恨。我知道你是奉师父之命，不得不为。当日在师父面前，你还对我手下留情，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一剑杀了你，省得日后我受你的气，受你的欺负。
你我已有婚约，我怎么会气你呢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如果日后我一时糊涂做了什么错事，得罪了你，你会打我、骂我，甚至杀了我吗？像你这么温柔善良的姑娘，怎么会得罪我呢？即便是圣人，也有做错事的时候。更何况，我从小又没有爹娘的教导，难免会一时糊涂。如果你真的做错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好好劝你的。那你绝对不会变心，绝对不会杀了我吗？我让你回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到做到。其实我一生中受过不少欺骗，尤其是小时候，因为太容易相信别人，吃过不少苦头。只有在冰火岛上和我爹、我娘还有义父生活的时候，才是最快乐的。这一次，我也完全没有想到，我们同生死、共患难来到这个小岛上，赵姑娘竟然会对我们下毒。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到得黄河回已迟。芷若，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你是我永远永远的亲人。如果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原，你帮我提防这小人，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，我一定会少上很多当的。芷若只是个无用的女子，哪里及得上赵姑娘，还有小昭啊？芷若只是个老老实实的笨丫头罢了，你都没有看出来吗？义父，周姑娘怎么样了？我刚才用九阳神功帮她驱毒，刚开始还挺顺利的，想必是她饮食不多，中毒也没你我那么深。可是到了后来，我发现了一件怪事。什么怪事？她体内有股阴柔之力，和我的九阳神功相抗衡，导致我的真气很难输入她体内。义父，你有何见解吗？很有可能是因为峨眉的师傅都是女子，她们所练之功都偏于阴柔一道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好在芷若的内功修为和我相差甚远，我催动神功，还是能将她那股阴柔之力压下去的。只不过，如果要彻底去除她体内之毒，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无忌哥哥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无忌哥哥，看之前你给义父驱毒，也没有这么费力，你今天是不舒服吗？你可能有所不知，你体内有股阴柔之力。阴柔之力？这股阴柔之力虽然尚弱，但日后成就必定非同小可。尊师灭绝师太真是一代人杰，他传给你的内功，法门高深之至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如果你依此用功，将来和我的九阳神功并驾齐驱，各擅胜场，我相信日后你的成就必定会超过你的师父。你就骗我吧，我们峨眉派的武功哪能跟你的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相比啊？你想讨好我，也不用说我武功好，我的武功要是能及上师父1、2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无忌哥哥，
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也教教我呀？不能。芷若，不是我不想教你，而是我不能教你。因为我所练的九阳神功是纯阳至刚的内功，而你所学的峨眉派武功走的是阴柔的路子，这俩完全是相反的。如果你要是学了我的武功，阴阳汇入一体，只要稍微走差一步，便会走火入魔。不过，日后等你内功有所成就的时候，我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倒是可以教教你。我只是跟你说着玩而已。以后我们天天都在一起，你的武功和我的武功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再说，我生来懒散，说不定你的九阳神功特别难，你教我还不想学呢。真是好香啊！啊，谢前辈，哎，这是海白菜，是我刚从海里捞的，配上烤鱼吃，一定味道特别香。我尝尝。好吃。无忌啊，这个味道很像当年在冰火岛你娘给我做的那个味道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周姑娘，你的厨艺也这么好。无忌，你小子真是有口福啊！谢前辈，你别总拿我打趣了，我怎么能跟无忌哥哥的娘相提并论呢？正因为这里与冰火岛有类似，会勾起我很多往事。是啊，在这里无忧无虑的，想到回到中途，又是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风。在这里确实轻松自在，但是我又不得不管教中兄弟们的事情。棋艺也不知道到什么阶段了。一想到教中的兄弟们为了拯救天下百姓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我还是得尽快赶回去。况且珠儿那笔账，还是得跟赵敏算个清楚，至少得问个明白，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赵敏不是扬言说要收服武林吗？他骗你来此的目的，就是要盗取屠龙刀，这些你还用问吗？还有，你一直拿着那盒子，难道你对他还念念不忘吗？芷若，你别这么想了，我跟你都已经有婚约了，哪还有什么念念不忘的事情呢？无忌，芷若姑娘跟我说，你把一个盒子藏在山洞的一角，是赵敏的吧？把它扔掉。我答应过赵敏，要帮他修好这盒子，岂能言而无信呢？义父，我真的不是对他有什么情分，只是他送黑玉断续膏给师叔伯们。我答应他为此办3件事情，我还有2件没办。不要说了，他加害于你，你竟然还为他信守诺言，不用守了，把盒子扔掉，以示你坦坦荡荡。义父，扔了，扔了。是。扔！无忌，如今你长大了，有些事情该放下的，要学会放下。
你怎么不长眼啊？对不起，秦叔，大师伯、二师伯，你发什么脾气？爹，二叔，这阵子下山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峨眉的掌门最近突然失踪了，根据我查访所得，芷若的行踪到海滨就消失了。我怀疑巨鲸帮知道个中一二，所以巨鲸帮说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你问不出结果就动手打人发泄，你是不是得失心疯了啊？我不是失心疯，爹，魔教那个大魔头最近也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。我怀疑带走芷若的人就是那个大魔头。如果你早一天同意我向魔教讨问，我也不会得罪巨鲸帮。放肆！哎，大哥，二弟，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他不可。大哥，息怒。秦叔，还不向你爹认错？孩儿知错，爹爹息怒。这怒难消。你去寻找周姑娘的下落，只是为了一己私情。你伤巨鲸帮，自是可恶，但忘恩负义更不可饶。无忌在万安寺救下各派同道，那是有恩于大家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也是他所救的。是啊，如今乱世，明教主人群起抗元，舍身救百姓。如果说他们是魔教，那我们这些自认为名门正派的，又成什么人了？你要为了一个女子去找明教的麻烦，爹还有何脸面面对抗元义士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就留在山上思过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不得离山门半步。孩儿知道了。哎，宋师兄，师傅说过，让你留在山中静修的。回去告诉我爹，找不到周芷若，我誓不罢休。师兄，师兄！哎，义父，哎，回来啦。无忌啊，想当年，你跟你爹、娘离开冰火岛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在海滩上扎木筏。可以想象啊，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才回到中土，是吧？上回南下，这回北上，都希望老天爷能够庇佑，让我们按时回到中土。只是义父，您可别像上次那样不肯走，逼我们离开了。回，这次义父啊，一定要陪你回到中土。哼，只是可惜呀，再也见不到你爹娘了。谢前辈。无忌哥哥屡遭奇遇，练得神功，当上明教教主，还将已入魔教的明教高手引入正途，可见福祸之间自有天意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聪明的丫头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如果祸福天地，倒是希望他能大发慈悲，让珠儿复生。我这一生都待人宽厚，唯独对珠儿凶狠。想当年，他想带我来灵蛇岛，是我没有答应他，还咬伤了他。现在我来了，又不能好好留下来陪他，看来这辈子我是得欠他一份情了。芷若，我想走之前去表妹墓前拜一拜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订婚，又一起回中土，总觉得对不起殷姑娘。她如果泉下有知，肯定会很生气的。无忌哥哥，如果有一天殷姑娘显灵，
说我不配做你的妻子，你会悔婚吗？芷若，你怎么会有这些傻念头？我和你已有婚约，那便是誓言，大丈夫岂能失信呢？快，后面跟上！怎么会有援兵？肯定是赵敏派来的。先去看看义父，走。好。义父，义父！哎，怎么了？岛上来了官兵。哦，好啊，这样我们可以不用扎木筏，借他们的船回中土了。赵敏那妖女分明就是放心不下，想要斩草除根。我看这些官兵个个都是武林高手，恐怕不能轻易夺船。义父，哎，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，谋定而后动吧。哦，恐怕来不及了。敢问阁下是不是张无忌张公子？在下正是。小人借名拔素台，奉命前来迎接公子，谢大侠回归中土。你是奉谁之命来接我们的？小人乃奉水师提督所遣，前来迎接。水师提督？我们跟朝廷势不两立，为什么要迎我们回中土？提督大人吩咐，张公子是大大的贵人，乃是当世的英雄豪杰，命小人找到之后用心伺候。至于何以迎接公子，小人职位低微，未蒙提督大人赐稿。可是少闵郡主之意？郡主乃千金之躯，小人未曾见过。公子请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只有眼前的官兵，远处有艘大船。看看四周，可有埋伏？没有。动手！义父，住手！张公子，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？文俊，让开！义父，他们全无加害之意，为什么如此对待呢？你信那妖孽，我们不信。信与不信都得讲个理字，我们回去弄个清楚，绝对不能滥杀无辜啊！义父，不要啊！义父，不要啊！